嗨，大家好。今年2026年有3件事情同时发生，成为了美国房市的拐点。2026年，美国房地产是否真的进入了关键的拐点呢？研究美国房地产多年，但是现在的市场确实是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结构性的叠加阶段。3件事情正在同时发生：住宅成交的放缓，库存连续的增长，负资产比例上升，区域指数抬头，商业地产债务集中到期。看完这3个特征，你就知道为什么2026年上半年是这轮地产周期的拐点。我们今天来逐条的拆解住宅成交的放缓。根据最新的数据，2026年1月份美国二手房的销量环比下降8.4%，年化的成交大约是391万套，低于市场的预期。各机构的共识预期大约是4.15百万到4.20百万套。但是与此同时，全国中位数的房价同比上涨大约0.9%，连续31个月同比上涨。库存的方面，1月份全国的库存大约是122万套，大约是3.7个月的供应量。从实际的库存的数据上来讲，这个仍然是卖方的市场，因为一个真正均衡市场需要5到6个月的库存。但是我们告诉你，市场平衡的转变速度比大多数人的意识到的要快。然而，卖家恐慌已经开始。数据显示，33.6%的活跃挂牌已经降价。现在，这大致是与去年的相同，但是这里有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关键的细节：房屋在市场上面的中位的停留的时间大约是91天，这可不是疫情期间卖家习惯的那种30天的抢购的狂潮。刚才这些现象的区域市场也完全相同。当东北部和中西部由于库存紧张，仍然在看到温和的价格的增长的时候，然而南部和西部的疫情繁荣城市正在遭受重创。根据最新的数据，2026年预计有11个美国的主要的城市房价上涨超过10%，几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和东北部，像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州、纽约州、罗切斯特、马赛诸塞州、伍斯特等等城市位居最热门的市场榜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市场几乎没有新增的建设，然而阳光地带过去2年却是建设的热潮。中西部和东北部尽管整体的放缓，但是由于持续的库存稀缺，仍然维持强劲的需求。德州和佛州疫情的期间，建房最多的这2个州，现在正在经历同比房价的下滑。我们一直在研究最新的数据，佛州的司法指赎流程正在制造大量的积压的困境房产。根据分析，杰克逊维尔和迈阿密的房地产排名正在暴跌。在德州，那些依赖疫情迁移人口的市场已经大不如以前，因为赖以生存的人口迁入已经完全的停止。与此同时，疫情期间人们蜂拥而至的阳光地带市场正在经历所谓的周期性过度的建设。德州和佛州在2021年和2022年领先建巢，现在我们正在看到后果。奥兰多因为供需失衡仍然有强劲的基本面，但是杰克逊维尔正在过度的修正，排名下降，负资产比例上升，直属连续增长。
110万套的房产处于资不抵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截止2025年年底，大约110万的房主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占全部房贷户大约2.1%。尽管市场份额不大，是7年内的新高。另外有320万的净值低于10%，但是看到地产指数的数据，你会感到市场的寒风。2025年的11月份，法拍和指数申请同比增长了21%，特拉华州领跑，每1924套的住房单位中就有1套是受到影响的。这些人是在3年前的市场高峰的时候买入的，现在完全被困住了。还有就是目前的融资和贷款的环境远远的超过大部分人都预期了。2026年的预计利息在6%左右，将成为中期的市场的常态。这类资不抵债的资产在未来的1到2年将以更大的加速倍数增加。另外，全美国房地产的经纪人协会确认，因为离婚率、工作调动、家庭变化带来的刚性卖方比例增加。然而，这些需要是不再考虑原来的低利率的优势。与此同时，被很多人都忽略的保险成本的剧增，它可能引发下一波的供应潮。像德州和佛州这样的州，房价下跌而保险费飙升，正在看到与传统的可负担性无关的违约。此外，随着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压力，全国房产税正在激增。明尼苏达州多县市学区提出的房产税征收大幅上升，5%到15%不等。特拉华县提议2026年房产税上涨19%。当你把上涨的保险费、攀升的房产税以及自从2022年以来大幅上涨的 HOA 的费用结合起来，房屋拥有总成本正在触及业主能承受的临界点。即使对于拥有低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而言，将导致未来1年住宅市场的供应过剩。截止1月23日，全美国活跃挂牌的数量达到了697868套，这同比增长了10%，而且我们已经连续24个月看到了库存的增长。对于买家来说，这意味着比2019年以来更多的选择和议价的能力。商业地产的债务墙。如果说住宅市场只是表层的变化，那么真正的结构变量在商业地产。根据报道，2026年将有大约9300亿美元商业地产贷款集中的到期，是2025年的下半年的到期规模3000多亿的3倍。这不是正常再融资的节奏，而是过去2年贷款的延期的策略积累后的集中的释放。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许多到期贷款被延长，希望等利率回落，估值修复。但现实是利率并没有回到4%到5%的低位，而当前再融资的成本普遍在6%到7%，造成了2026年的到期墙更高，违约的风险急剧。造成的结局是2025年上半年的指数攀升。2025年上半年将近150起 CRE 指数，创2014年以来同期最高的水平。长期预计到了2029年达到2.6万亿美元。夹层的债务仍然以大约7%的年复合增速扩张。2026年债务到期风暴的时间点临近。指数潮。
将会以喷发式增加。商业地产出现困境，通常领先住宅市场6到12个月，这意味着未来的一年，住宅市场对于买方存在较大的机会。为什么2026年上半年是周期的拐点呢？因为多重变量开始交汇，成交放缓，库存将持续增加，负资产比例上升，商业地产债务集中到期，利率停在6%附近，意味着库存上升和市场停留的时间延长，意味着你将拥有自从2019年以来最大的溢价的能力。但是不要等待崩盘，这次重置是在平衡，而不是崩溃。2026年是这轮地产周期给住宅的投资人的机会元年。你在本地市场看到了什么呢？你所在的地区的卖家还在坚持疫情时期的价格吗？还是你注意到向现实定价的心理转变呢？真正决定回报的从来不是风口，而是你有没有在正确的周期站在正确的一边。如果你也关心美国地产周期怎么走，哪些资产是看起来冷门，但逻辑最硬？房地产的底层逻辑是靠现金流稳健盈利，不是靠赌未来涨价。房地产的本质是现金流的游戏，租金才是最根本的筹码。涨价是惊喜，现金流才是饭碗。现金流就是租金，没有租金的房产投资就是在赌博。长期跟踪美国房地产周期，专注能穿越周期现金流型资产，避免情绪化入场。感谢支持，欢迎订阅。